很多人看完这场105周年的7·1大会，第一反应都一个样。你看，大老板不还稳稳站在台中间吗？他没倒啊。我告诉你，你要真这么想，你就正好掉进这个体制最想让你看见的那个坑里去了。说白了，在这堵红墙后头，真要废掉一个独裁者，最高明的办法从来都不是把他拖出去。为什么？因为在这套逻辑里，公开去抓一个还在任上的党魁，就等于中共自己抡起大锤，把自己的神坛砸个稀巴烂。这个头谁也不敢开，只能投票把他搞倒。所以你今天在电视上看到的是一场演得极其成功的政治双簧。台上习近平老老实实当一个配合读稿的复读机，在实际行动中主动向西方认怂，买大豆，卖 TikTok， 管芬太尼，指望着元老们能给他留一个华国锋式的体面下场，保住他第5代领袖的脸，也保住他一家老小的财产。可台底下太上皇集团早就通过中组部、中纪委一刀接一刀，把他福建帮的残余往死里剁。这篇105周年的讲话，你要说它是讲话也行，可你真把它当成一份供词来读，满纸就剩下2样东西，一样是妥协的痕迹，另一样是清洗的杀气。不信你就把5年前那篇气焰嚣张的建党100年讲话翻出来，跟今年这篇摆到一块看，你会亲眼看见一个5年前还拍着桌子喊谁惹中国谁就头破血流的人，是怎么一步一步退到今天力量生于团结这6个字上头的。那是跪下了。5年前他是怎么说的？原话：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还有那句谁要是敢欺负我们，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你再听今年这版，所有那种草莽气往人脸上啐唾沫的狠词全没了，换成了什么？积极应对风险挑战，经受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前一个是要跟你拼命，后一个是求老天爷别再折腾我了。说白了，这5年他在外头搞中俄朝一那个所谓的邪恶轴心，拿稀土跟半个地球叫板，差一点就把中国拖进一场世界大战。2024年7月，张又侠、刘源把军队攥到自己手里，等到去年川普一上台，北京马上就派李成钢跑到马来西亚跟美国人把账谈拢了， TikTok 卖，大豆买，芬太尼帮你管。谈完了再让大老板自己乖乖飞去韩国釜山当面见川普签字。所以今年这篇稿子把战狼那套辞令抹得一干二净，说穿了就是借他自己这张嘴替中共认个怂，折腾不起了。外交乖乖爬回邓小平那条韬光养晦跟西方做生意的老路上去，再不回去经济就崩了。看2021年的原话：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今年呢，软下来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你品品这个交流合作融合发展，这跟居委会办个联谊会有啥区别？2021年那会儿，他拿2027年武力攻台当幌子，替自己谋终身执政，破格提了一大批福建31军东部战区的亲信上来，苗华、何卫东、林向阳都是这一波。可就在去年，他在军里头最铁的那些嫡系上将被张又侠、张生民连锅端了，一口气9个上将落马，攻台的指挥部整个瘫了。你想啊，那些真指望着打一仗立个功顺手夺个权的将军全进了秦城，这仗还怎么打？军队只能整个转成防守。所以今年7·1台海那一段就只能缩回到一句没牙没爪的行政套话里去。过去他对年轻人说什么？原话：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5年一过，他改口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跑好历史接力赛。差在哪儿？5年前中国经济手里还有余粮，年轻人还能在那句厉害了我的国的幻觉里找着点所谓的底气。到了2026年，前3年清零瞎折腾，后3年通缩往下拽，青年失业率早就爆表了，那股子气氛
跟尼泊尔政权断裂前夜没差多少。对中共这么个烂摊子来说，头等大事已经不是什么复兴了，是防着年轻人上街。所以给年轻人的话变成了赤裸裸一句警告：听党话，跟党走，别闹事儿，老老实实给我当牛马，把这一棒接下去。2021年建党100周年，他站在天安门上是这么说的：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你听听，好像他真是替老百姓出头、专治权贵的那么一号人物。今年105周年，这一整句话被人从稿子里抠得干干净净。为什么要抠掉？2024年7月以来的政变，冲在最前头的是一帮红色家族，手里攥着国企、金融、军工的命根子。大老板当年在20大干了件什么事？他想把红色江山代代传，这个红色家族之间心照不宣的老规矩给掀了，自己搞个人独裁，甚至连张幼霞、刘振立都敢动。这一下等于把整桌的红色家族全惹毛了，人家集体掀了桌子。现在中共元老这帮人要把局势重新稳住，靠的是谁？就是曾庆红这些保守派元老，加上军队里的红二代。你既然要靠人家的枪才翻得了身，那你这篇105周年的稿子里就绝不能再留一个字去戳利益集团、特权阶层。所以这句话删的，这是新管家们借着大老板的嘴，公开给盟友中共保守派递的一颗定心丸：红色家族的资产一分不动。这块蛋糕大家接着分。同一篇稿子，一只手死死按住穷人，另一只手恭恭敬敬伺候着老爷。一个5年前还拍着桌子喊谁惹中国谁头破血流的人，今年站在台上，嘴里就剩下团结稳定听党话，末了还得亲口向红色家族保证一句，接着分蛋糕。这是一份写在光天化日底下的认罪书。那他到底是从哪一年哪一步开始往下出溜的？别急，咱们把最近这6个7·1一个一个摆出来，这条下坡路你看得清清楚楚。2021年的7·1，谁惹我谁就头破血流。那一年他站在天安门上高调宣布全面小康，正是他权力爬到最顶尖的那个时候，口风里头全是解放军式的杀气，一句碰得头破血流，一句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他凭什么这么横？因为那会儿他自个儿觉得兜里有钱，手里有枪，老子天下第一，谁也动不了我一根汗毛。2022年的7·1是20大的前夜，这一年他高调跑到香港去亮肌肉，是他权力膨胀到顶点、四处显摆的巅峰期。他凭什么敢这么显摆？因为他刚通过许其亮和张幼霞，把军权稳稳攥在了手里。口风自负到什么份上？一国两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爱国者治港。底下那个刚靠着一场表忠心赛跑爬上特首位子的家奴李家超，正点头哈腰地伺候着他。他站在香港喊这些，表面上是夸香港，骨子里是冲着党内所有不服他的人放狠话。老子在香港都能说一不二，20大上你们谁也别想翻天。2023年的7·1是他3连任之后的头一年，就这一年他心虚了，他连篇新讲话都懒得发，翻出2年前在中央党校训家奴的一篇旧稿，塞进《求是》杂志重发，标题叫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你就盯着忠诚可靠这4个字，那就是他开始疑神疑鬼。你想想2023年是个什么光景？疫情清零，刚刚破产，经济摔了个稀巴烂。更要命的是，他最信得过的那2个家奴李尚福、秦刚居然开始吃里扒外了。他的口风一下子从对外亮肌肉缩成了对内防反水。最重要的是接好马克思主义的班，贪欲是祸，要层层设防，处处设防。这几句大白话翻译过来就是：你们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你们在底下偷偷洗钱准备跑路，老子就在你们身边，天天派人盯着找茬，谁敢不忠诚，老子就送谁进秦城。他那份自信就是从这一年裂开了第一道缝。2024年的7·1，李克强已经不明不白地走了。
20大报告里最硬的那份政治遗产又搬出来重发了一遍。这份东西叫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这一年党内对他的怨气已经压不住了，就为了李克强那个死法。也就在2024年3月，张幼霞因为彭丽媛的手伸进了军队考核，直接把大老板安插的监军太监钟绍军从军委给轰了出去。大老板这才惊觉枪杆子快保不住了，他跟张幼霞已经进了你死我活的暗斗。所以2024年这个7·1，他硬是把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这些大词搬出来，给自己脸上贴金，死死咬着历史地位这4个字不撒口。他稿子里翻来覆去强调那一句，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说白了就是准备动手，准备火并。这话不是说给老百姓听的，是说给张幼霞，说给那一帮元老听的。他已经闻到政变的味儿了。2025年的7·1，他彻底完了，人被绑上了案板，嘴里就剩一句话：求你们给我留条活路。这一年裘氏又给他拼凑了一篇东西，把他自己2016年以来那些讲团结奋斗的话东剪一段西剪一段，凑成一篇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为啥要拿旧话拼？因为他这时候已经被彻底架空，一句新的硬话都不配说了，只能跪地求饶。就在2025年6月30日，也就是7·1的头一天，中共元老搞出来一个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一夜之间他那个政治局常委会被架空成了一个只管盖章的执行机构。到了7月1日当天，他老婆彭丽媛的马仔马兴瑞，新疆书记那把交椅说夺就给夺了。那篇拼出来的团结奋斗哪是什么表功文章，那是反对派的那帮人对着他杀人又诛心。所以这一年他的口风软到了骨头里，怂到了家。他把团结这2个肉麻字眼翻来覆去的念给那帮元老听，求求你们高抬贵手，放我一马，给我留住这一家老小的命，留住这点财产。到了2026年的7·1，就剩最后一步了，台前演戏，台下等死。在这场105周年的大会上，成了一个站在台上毫无感情，别人写一句他念一句的提线木偶。你看中南海这帮人明里暗里斗了这么久，争到最后争的是个啥？无非是权，是钱，是自己一家老小的身家性命。可这些东西跟咱们平头老百姓有半毛钱关系吗？没有。咱们这辈子真正能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的，就是自己还有家里人的这一副好身子骨。普瑞堂这款玄宝黑参是大伙儿最认、复购率也最高的一款滋补极品，切片泡水也行，直接含在嘴里也行，一根能吃上整整1个礼拜。那份补益的劲儿一上口，你自己心里就有数了。现在给咱们频道观众的福利也特别实在，每单买满500美元，直接送你一整根高品质的玄宝黑参，而且上不封顶，满1000送2根，多买就多送。结账的时候记得输入咱们频道的专属优惠码 JF， 全球包邮，直接给你送到家。购买的链接就放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区里头。感谢各位老朋友一直以来的信任。好，闲话咱不多说，接着回来看元老们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把他给逼进死角的。前面咱们说了台上的戏，说了他6年的下坡路，现在我告诉你，在台底下这盘夺权布局里，真正要命的，能一锤子把大老板钉死的，是各省封疆大吏手里的那一张票。中共这套体制想让一个总书记合法下台，不是几个元老关起门来说一句就算数的，他得走一道程序，叫中央全会表决。这几百号中央委员里头，占了最大一块的就是各省的省委书记、省长这些封疆大吏。说白了，元老们想在5中全会上把大老板请下去，就得先凑够中央委员那些举起来的手。那怎么才能攥住封疆大吏那张票？中共元老的办法一样是帽子，一样是刀子。帽子是中组部，
管的是全党干部的升迁、考核、乌纱帽。你注意，中共元老翻身之后干的头一件大事，就是把原来管着中组部的李干杰调走，硬生生把自己人石泰峰对调进了中组部，坐上部长的位子。这一步棋分量有多重？石泰峰这么一上台，就等于中共元老一夜之间把全党的官帽子整个攥在了自己的手心里。你这个省委书记想不想再往上挪一步？想不想将来平平安安落个地，升你还是降你？人家一句话的事儿。刀子是中纪委管的是反腐、查账、抓人，现在是李希在拿着，你说哪个省委书记的屁股底下是干干净净的？纪委这把刀想什么时候架到你脖子上就什么时候架上来，可光在北京攥着这两样还不够。中共元老接下来这一手才叫真正的狠，往每一个要紧的省份直接空降下去，2个人，一个组织部长，一个纪委书记，全是自己的嫡系。这等于把帽子和刀子直接送到了每一个封疆大吏的家门口，天天贴着他的脸。你看他们这半年是怎么一个省一个省往里掺沙子的。先看广东，广东省委书记是黄坤明，福建帮的骨干，正儿八经大老板人马。6月11日，李克强的旧部胡帆一纸调令空降广东，当上了省委组织部长。这一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广东全省往后谁能升，谁能降，谁能进班子，从此都不归黄坤明这个一把手说了算了，胡帆也有话语权。管人事的组织部长换成了对方的人，黄坤明这个省委书记一夜之间就被架成了一个空壳。广东的深圳那是最高层家族的大本营，原来那个市委书记孟凡利是专门替统帅家族洗钱的白手套，今年3月22日靳磊直接把孟凡利给换了下来。你可别小看这一换，深圳市委书记这把交椅谁来做，一向是中共政坛的风向标。孟凡利是大老板的嫡系，能把他从这么要害的位子上拽下来，再空降一个外人进去，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一个大问题，管全国干部的那支笔已经不在他们家人手里了，是石泰峰在中管干部的名册里替中共元老一个一个的挑人。你想想，连他们家洗钱的窝点，这么个风向标的位子都被人一锅端了，黄坤明这个省委书记往后还做得安稳吗？他到了5中全会还敢替他举那只手吗？再看福建，那是大老板当年起家的老窝，大本营，福建帮的祖坟就埋在那儿。6月8日，中共元老派了个魏小魁去福建当省纪委书记，这个魏小魁是温家宝一手提拔上来的江西干部，派一个温家宝的人拎着中纪委的刀，直接杀进他的老家去翻旧账、倒查案子。这一刀捅得有多疼？福建帮那些盘踞了多少年的马仔，从这天起天天提心吊胆，睡不着觉。你说他们谁还敢死心塌地跟着那位一条道走到黑？谁心里不盘算着赶紧撇清关系，给自己留条后路？再看湖北，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是老习的亲信。5月30日，李克强的旧部关志欧空降湖北，直接接任省委书记，把王忠林整个顶了。你看，这已经不是往班子里掺沙子了，这是连省委书记的正位都直接给你换成自己人。再看陕西，西安市委书记方红卫早早就被中纪委拿下了。6月5日，李军又补进了陕西省委常委的班子。刀子先落地，人再补上来，一套连招，行云流水。你把这一长串连起来看，广东、福建、湖北、陕西，一个接着一个，大老板的封疆大吏要么被架空，要么被倒查，要么干脆被换人。到最后，每一个还坐在位子上的省委书记脖子上都同时架着2样东西，一只随时能摘掉他乌纱帽的手，一把随时能送他进监狱的刀。好了，现在5中全会的钟声眼看就要敲响了，轮到这些封疆大吏一个一个举手表决的那一刻，他们会怎么选？是跟着这条正在往下沉的破船一块淹死，还是反手给自己换一顶乌纱帽，换一条活路？这道选择题根本不用犹豫，答案明摆着。其实这张票最后怎么投，
元老们心里早就有底了，大局早就定了。李强、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连这些他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常委，绝大多数都已经悄没声地站到了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这一边。真正还死心塌地绑在这条船上的，就剩福建帮那么几个铁杆马仔了。这才是元老们真正的杀招。他们压根不需要冲进中南海去抓人，那样又脏又险，还落个政变的骂名。他们只需要不动声色地把各省的封疆大吏用帽子和刀子一个一个逼到自己这一边。等票凑够了，五中全会上全场的手一举，大老板就被他自己人合合法法、体体面面地投下了台。走到今天这一步，他在党内已经没剩下几个人待见了，下台是板上钉钉的事。真正难说的是他下台的这条道上，以及下台之后到底会落个什么样的收场。摆在明面上最体面的一种走法，是五中全会上大伙儿把手一举，把他体面的投下去，他呢也就顺着这个台阶下来，从此闭上嘴，再不吱声。这也正是他自个儿心里头盼着的那条路。去年四中全会，他就答应了按华国锋模式交权。胡锦涛那边也给过他们两口子一句口头承诺，交权可以，不动你的家族，可你要真以为投下去闭上嘴，这事儿就算翻篇了，那就太天真了。因为有一笔账，有人是死活要清的，这笔账叫李克强。李克强不是正常死的，他这2年遗孀和女儿被事实上软禁着，连出个国散散心都不许。这母女俩跟他结下的是血海深仇，他们要的不是一句轻飘飘的道歉，是把当年经手这桩事的人一个一个揪出来，一个都不许落下。而党内还有一整派人早就憋着这一口气，铁了心要把这桩案子查到底，干到底。这么一群人在后头死死盯着他，就算体面下了台，缩到哪个旮旯里也未必能睡上一个安稳觉。那要是他不识相，梗着脖子硬扛着不肯下呢，那反倒更简单了。在中共这本账里，一个失了势的老人最后是怎么没的，从来就不是个事儿。你可能要问，好端端一个总书记怎么就落到这么个众叛亲离的地步？说到底是他自个儿一手做出来的。他把张幼霞给整了，这一下等于一巴掌拍进了马蜂窝。头一个倒的是他的军师陈希。你可别小看陈希这一撸到底，他这顶官帽子一摘，头顶上那把保护伞就散了。中纪委再想查他，那就太容易了。何况陈希还是个耍笔杆子的文人，真让人请进那间屋子里坐一坐，未必扛得过几个回合。他这嘴一松，张幼霞的案子就被从里头撕开了一道口子，口子一开，顺着往下捋，下一个悬在崖边上的就是王小红。王小红身上压着的是李克强的人命官司，怎么洗都洗不干净。他要是一开口，那根线就直接烧到了大老板自己身上。其实坊间早就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一个预言，说是中共立国以来的这几任党魁，旁人都能囫囵个的寿终正寝，唯独他这一任是要在半道上喋血收场的。那个意象说得瘆人，像一只鸟慌慌张张飞到了山崖的边，撞上了。这话到底灵不灵，谁也不敢打这个包票。可你把眼下这一整盘局摆开了看，还真没法一口咬定他就是瞎编。所以他到最后究竟会怎么样？是被关进秦城的高墙，还是哪一天就那么意外的没了？真没有一个人说得准。可有一件事儿是准的，真到了那一天，甭管他是怎么卸的这个幕，不会有一个人站出来替他喊一声冤。每一个人的心底下都是那句话，罪有应得。5年前的7·1，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气壮山河地喊，谁惹中国谁就头破血流。5年后的今天，还是这个7·1，还是这个人站在同一个地方，低着头念着别人塞给他的稿子。至于那一句头破血流，到最后究竟是应在了谁的头上，你我都看得越来越清楚了。